说张家界涨满了韩国人，那是一点都不夸张。就在今年上半年，来张家界旅游的境外游客超30万人，而其中近一半都是韩国人。毕竟韩国人是能把来张家界旅游和孝顺父母挂上钩。虽然不明白其中的逻辑，但也知道韩国人究竟有多爱张家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怎么和韩国隔了上千公里的张家界会成为韩国人旅游的梦中情地呢？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韩国位于朝鲜半岛南端，与朝鲜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10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5144万人。韩国人是非常喜欢爬山的，刻在 DNA 里的那种。按他们自己的调查数据说，超80%的成年人每个月至少爬一次山。可以说爬山在韩国就是向老少皆宜的运动，年纪大了的为了养生，年纪小点的爬山来感受大自然，放松心情。毕竟韩国人的压力蛮大的，不然韩江大桥也不会在那哭下脚的，怎么了那么用？为啥韩国人喜欢爬山呢？因为有这个条件。要知道韩国那地儿呢，低山丘陵的贼多，光是山地面积就占了全国总面积的85%，给韩国人爬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不过韩国的山是挺多的，就是小了点儿。当地最高的山海拔也才1950米，不夸张的说，咱这有些网友的家海拔都比这高。前段时间呢，还有博主发图分享爬山照片，完了还不忘拉踩我国，说咱们家有山吗？本来以为这个人爬的山有多夸张，结果一看也就600来米，这要在我国这点高度，售票处你都不一定能够得到。既然国内的山没啥难度，那就只能找国外的了。这世界上的山可以说是成千上万座，怎么韩国人就被张家界给拿捏了呢？张家界位于湖南省，它的风景呢，哪怕是在世界上也绝无仅有。光是山峰就3000多座，而且几乎每座山呢都有自己独特的造型，没有一座是雷同的。不仅如此，张家界还有森林、峡谷、湖泊等等各种美如画的风景。曾经阿凡达都在张家界取过景，这让韩国600来米的小山坡怎么去比？光是这独一无二的风景就足够戳中韩国人的基点。当初一个韩国高级官员呢，跑到张家界来参观后，回去逢人就说，一个人要是活到100岁还没去过张家界，那算他白活。之后更有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给张家界题字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韩国电视剧、综艺来张家界录制。总之呢，这些宣传都给张家界带来了不少流量。当然，能让张家界成为韩国人的旅游胜地，光靠这些宣传可远远不够，还得是韩国人把张家界和孝道联系在一起。要是孝顺父母，那就送他们去张家界旅游。这句话可以说让韩国人彻底疯狂了，不管是媒体还是电视剧，甚至是普通人都在这么说。而张家界也就成为了韩国人的孝道观光最佳地。要是碰上父母生日或者是什么大节日的话，不知道送啥好，送他们去张家界旅游准没错。不管真孝还是假孝，反正呢，来张家界的老年旅行团是越来越多了。有研究表明，在一众张家界的旅游的韩国人，其中有80%都是超45岁的中老年人，其中大半人的旅游费用都是子女付的。张家界之所以能这么深得韩国人的喜爱，除了他们自己在国内大肆宣传，还搞出和孝道结合的骚操作外，当然还有咱们自己努力的结果。早在1999年，张家界就要准备走向国际，向外国人揽客，尤其是韩国，他们带着张家界的宣传册子，积极的向韩国促销，开拓韩国市场。之前说的那些到处宣传张家界的高级官员呢，就是咱们邀请过来的。从请了这个人后，张家界每年接待的韩国游客就超20万人，最高甚至超60万人。而这个官员呢，也成了唯一一个对张家界发展做出贡献的外国人。光有宣传还不够，还得想怎么把人留下来，让他们来一次还不够，得多来几次。为此，张家界还特意申请了韩国直飞张家界的航班，只要3个小时就能领略绝美的风景。这点钱和时间，哪怕是普通人都能负担得起。不仅如此，张家界各大景区的标牌都设置了韩文，游客中心还会提供韩文手册，哪怕在景区摆摊的小贩，很多都是咱延边朝鲜族人。韩国人来到这里，完全能做到无障碍交流。要是嫌弃兑换外币麻烦的话，当地有很多 ATM， 还提供外卡取现，有的景区甚至能直接用韩币。所以哪怕是第一次来的韩国人，到了张家界也不会觉得不适应，反倒是咱们到了张家界还以为自己在国外呢。到处都是韩国人，人多了吧，有时还要担心张家界会不会又会变成是韩国人的啊？不，已经有大聪明叫嚣着张家界是他们的故土，韩国人祖先在那生活了几千年，只能说不愧是韩国人啊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